我以林烈未来老婆的身份自居了10年。突然有一天，他恋爱了，我赶忙跑过去问他，是不是以后我就能喜欢别人了？可以，除非我死。林烈恋爱了，上午刚官宣，下午他的小女友就来找我了。我这人最烦前任纠缠不清，既然分手了以后就别出现在烈哥身边了，免得自找不痛快。我好脾气点头，都听你的。等到现女友离开，我同桌满脸气愤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不就是跟林烈谈个恋爱，以后怎么样还说不定呢，凭什么威胁你？然后怒我不争，你这个软包子，在林烈身边10年的明明是你，你干嘛怕他？我面带微笑的摇了摇头，他们不懂，我真是巴不得林烈离我远点。我是到家才接到林烈电话的，那边语气不耐烦，放学怎么没等我一起走？你不是谈女朋友了吗？所以呢？所以我以为是不用等他的。见我没说话，林烈笑得恶劣，杨咩咩，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闻言，我觉得林烈有点太把自己当盘菜了，但还是说道，只是觉得有对象还往你身边凑，不合适。没什么不合适，你当我的跟班，他当我的女朋友，各司其职，互不干扰。呵呵，人不大，想得倒挺美。我爸去世后，我就被寄养在林家，从小我就知道要讨好林家唯一的儿子。他打架，我给他递砖头；他翘课，我给他打掩护。后来他缺个女朋友，我毅然决然接下这个角色，帮他挡桃花。凭借一枪赤诚，我也成功捞到了不少好处。在林家，只要林烈有的，也都会有我一份，就连零花钱都没亏待过我。虽然寄人篱下，但我生活的还算不错。已经高2，我原本还担心天天跟着林烈会影响我学习，没想到他居然谈恋爱了，简直喜大普奔。我是疯了才会吃醋。晚上我刷完题准备睡觉，突然卧室的门被人扣了2下，是林烈。男孩刚洗过澡，身上穿着件宽松的运动裤，发丝微潮。我闻了闻，空气里除了沐浴液的清香，还有淡淡的酒味。晚上林烈带着瑶瑶和一帮朋友去了酒吧，有人给我发了瑶瑶的朋友圈，女孩挽着林烈的胳膊，笑得好不甜蜜。林烈的哥们都是一群富二代，有钱但是学习差，跟我不是一路人。林烈知道我不喜欢，过去也不曾强迫我参加过这些聚会，不过显然瑶瑶是相当喜欢的，和林烈简直就是天生一对。林烈大喇喇走进来，躺在我的床上，闭着眼睛哼唧了声，头疼。这也不是林烈第一次折磨我了，认命的给大少爷泡了杯蜂蜜水，希望他喝完赶紧滚。但这次好像和之前不同，水倒完了，林烈却没接过去，一双眼直勾勾盯着我，也不说话。有事儿？我正要问什么事儿的时候，突然右臂被人拽住，整个人以极不优雅的姿势扑进他怀里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林烈的唇直接贴上了我的。那一刻，我整个人懵了。林烈声音沙哑，张嘴，我耳朵轰隆隆的，完全听不到林烈在说什么。突然上唇一痛，我惊呼出声，随后有什么东西滑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林烈终于松手，我慌忙推开他，弹到书桌旁，眼底写满了惊悚。林烈轻咳一声，几分钟后才缓慢坐起身子，没接吻经验，拿你练练手，免费小爷在外头丢人。然后起身也没什么难度嘛。说完就同手同脚地走出去了。等到林烈离开，我才后知后觉，方才发生了什么。胃里翻江倒海，一阵恶心，冲到洗手间开始刷牙。林烈的神经病这是又严重了，拷走，我得赶紧拷走。那天之后，我就开始避免和林烈碰面的机会，每天早出晚归。林烈有几次晚上敲我房间门，我都谎称睡着了没开。少爷到底有脾气，最后也懒得搭理我了。我乐得清闲。这天晚自习，我正写作业，突然同桌神秘兮兮地凑过来，听说了吗？林烈跟瑶瑶被喊家长了。据说是下午的时候，老张逮到俩人在操场上接吻了。林烈不但没停，还嚣张地问老张打算偷看到什么时候，气得老张当场脸就黑了。提到接吻这个词，我不自然地舔了舔嘴唇，哦了声，低头继续刷题。见我的模样，同桌不死心问了句：小杨，你真不在意呀？他们只知道我是林烈前女友，都不知道我们俩其实是假的。我比较在意月考成绩，提到考试，同桌立刻就萎了，哭丧着脸哀嚎了声：你说的对，是学渣不配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整个晚自习我又眼皮跳得飞快，总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。果然回到家，客厅灯火通明，一向忙碌不着家的林家父母居然齐刷刷出现，同时坐在沙发上的还有林烈，依旧是那副吊儿郎当、不服管教的模样。现场气氛还有些紧绷，我背着书包跟他们打了个招呼，刚想上楼就被林母叫住：小杨，上次的考试成绩叔叔阿姨都看了，年级第3，你考得很不错。说着，林母看了眼林烈，犹豫片刻才说道：你看能不能晚上也抽时间辅导一下阿烈，他老这么下去。话未说完，林父冷哼一声：考试倒数，学人早恋，我看他没救了。家里有一个垃圾就算了，可别拖累了人家好孩子。俩人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捏紧了书包带，如果林烈不介意，我当然愿意和他一起学习。就林烈这副性子，
愿意晚上看书才怪。没想到男孩闻言笑了声，愿意，有这么好的小老师帮我补习，我哪能不愿意呀？说着起身，单手搭在我肩膀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突然间我这个学习欲就出来了。走吧，小老师，给我上课去。卧室的门关上，林烈脸上的笑容立刻收回，搭在我肩膀的手收紧。不是不让我进吗？有能耐在我爸妈面前也拒绝我呀！我被男孩钳制得动弹不得，皱了皱眉，弄疼我了。林烈总算松手，又捏住我的下巴，为什么躲我？没躲你。林烈嗤笑了声，以后没我的允许不许锁房门。我没答应他，坐在书桌前把卷子拿出来。林烈又问我听到了没？我哦了声，林烈这才满意。果然，男孩压根就不是学习的，仿佛就是为了告诉我，在这个家我的拒绝根本没用。即便我想疏远他，但他还是有100种方法可以进我的房门。林烈重新躺回我的床上，拿出手机开始打游戏。我低头写作业，倒也还算和谐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林烈手机响了。林烈接起，女孩的哭声在寂静的房间里分外明显。阿烈，今天我爸妈找我谈话了，逼我们分手。哦，那就分呗。那边哭声顿了2秒，随即女孩娇声地说，才不要，以后人家可就只有你了。我听得鸡皮疙瘩起了一身，翻出耳机戴上。世界安静了。再回神，林烈已经打完电话，靠在书桌前盯着我。我突然警惕，这个表情和上次这人兽性大发时一模一样。他摘下我的一只耳机，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跟我接吻的感觉。我没说话。林烈猛地凑到我面前，伸出右手摸了摸我的嘴唇，这里还有别人碰过吗？原本我不想回答，但看着对方一副我不说就不罢休的模样，还是回了句，没人像你那么无聊。说完，我明显感觉林烈表情愉快了起来。以后不许给别人碰，记住了。说完揣着手机离开。被林烈揉搓过的地方有点痒，我使劲蹭了蹭。前脚刚跟女朋友打完电话，后脚就跟我说这种话。他还真是跟瑶瑶一样烂到家了。几周后，月考成绩出来了，我仍旧是第3。考虑到这次考试之后会开家长会，我特地也看了眼林烈的分数，年级倒数第8。巧的是，他女朋友瑶瑶年级倒数第10。卧龙凤雏，名不虚传。哎，要是我家长会也没人来就好了。同桌看着自己惨淡的成绩要哭出来，托腮看着我，小杨，我突然好羡慕你啊。学校知道我的情况，家长会从来没要求过一定要有人到场。我垂眸有些无奈，如果可以，我也希望能有父母参加自己的家长会。下午，老师安排我在学校门口迎接家长，却没想到会看见意料之外的人。女人踩着高跟鞋，鼻梁上架着无框镜，看着温柔知性，和我在照片上看到的女人长相一模一样。她似乎迷路了，走过来问我，同学，高2、3班怎么走？我整个人像被点穴一样，不知怎么反应。还是身边的同学走过来替我回答，就在隔壁那栋楼2层右边第1间教室。谢谢。女人有礼貌地朝我们点了点头，随后大步离开。肖阳，你怎么了？我猛地回神，这边你帮我盯一下，我有点事。随后朝高2、3班狂奔。才过拐角处，就看见瑶瑶走过去，别的家长都到了，你怎么才来？女人好脾气的安抚，妈妈临时有个会，这才耽误了。她是瑶瑶的妈妈。那瞬间我脸色苍白，突然一双手蒙住了我的眼，不该看的别瞎看，当心长针眼。你早就知道？知道什么？知道我的妈妈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妈妈了。我看着林烈，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以为我很了解他，但现在我发觉自己似乎越来越看不懂林烈了。没什么，林阿姨要来了，你快回班吧。林烈蹙眉拽住我，你刚才原本想说什么？阿烈。突然3班里面跑出来个姑娘，你来找我的。喜悦的音调在看见我陡然垮下。肖阳，你为什么又在纠缠林烈？你能不能要点脸？我看着瑶瑶，又看了眼林烈，突然很想笑。我还有工作，先走了。说完，我甩开林烈拽着我的手，转身离开。林烈想追过来，被瑶瑶挽住手臂，娇声阻止。我没回头，却第一次感到难过。不知道是因为妈妈，还是因为林烈，家长会一向是个跟我无关的日子。趁着没事，我打车独自一人去了郊外的墓地看爸爸。照片上的男人年轻帅气，容貌永远定格在了28岁。爸，我今天好像看见他了，他好像再婚了，还有了一个女儿。衣着打扮看过的应该还挺好的，只是认不出我来了。我爸依旧看着我，嘴角噙着笑，面容温和。我对爸爸的印象很少，他是军人，总是不在家。那次他出去的时间很长，我还记得爸爸说回来之后会给我买芭比娃娃，但是等啊等啊，只等到了盖着红旗的棺木。林爸爸跪在奶奶面前道歉，说没能保护好他。再后来，妈妈跑了，奶奶去世了，我被林爸爸带到了林家。我想跟爸爸说，我不要芭比娃娃了，只想要他回来，但是他再也听不见了。天色渐晚，头顶大片乌云集聚，阴沉沉的。突然，
一滴豆大的雨滴落在我脸颊。下雨了，包里的手机嗡嗡作响，不用看我都知道是林烈。我不想接，直接按了关机，索性淋雨走回去。出门不看天气预报，一把伞出现在头顶，我扭头有些意外。岂止是我们学校学神，万年霸榜第一，这次月考更是考了732的逆天成绩。不过我跟他不在一个班，几乎没什么交集，在这种地方遇见他，我倒是有些意外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跟你一样来这儿开家长会。见我迷茫，他嘴角露出几分笑意。考第一了，总得找个人炫耀下。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墓碑，我妈跟你爸是邻居。岂止单手撑伞，带着我往外走。雨势渐大，落在伞面上噼里啪啦的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和除了林烈之外的人靠得这么近。岂止身上带着洗衣粉的味道，脊背挺得笔直，带着书卷气，一看就是教养极好的男孩。我突然就想到同桌和我说的，北林烈，南岂止，都是人间理想。到家已经很晚了，客厅的灯熄着。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去哪儿了？谁送你回来的？刚推开房间的门，林烈阴沉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。我吓了一跳，开灯才发现林烈坐在我椅子上。男孩还穿着白天的衣服，发丝上有水珠，似乎淋了雨。出去逛了逛。林烈阴阳怪气，去哪儿能跟岂止逛到一起去？我不想搭理他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洗澡了。先把话说清楚。我烦了，我没问过你和谁在一起，你也别干涉我和什么人相处。这是我第一次和林烈发生正面冲突。林烈似乎也没想到我会那么激动，整个人愣住了，张嘴就想嘲讽回来，但看见了我眼底的泪珠，似乎又硬生生憋了回去。一时间，我俩就这么僵持在这儿。最后还是我吸了口气，我很累了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，可以吗？林烈终于离开了，眼泪终于没忍住流下来了。我从书桌的底层翻出了那张被珍藏的照片。当年奶奶告诉我，妈妈只是迷路了，不是不要我了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虽然我被寄养在林家，却一直希望妈妈能找到我，接我回去。原来奶奶也骗人了。那晚我睡得很不安稳，不断做噩梦。先是梦到爸爸抱着我说全世界最爱我，但最后变成了一具棺木，然后又梦见妈妈骗我说出去买糖，之后就再也没回来。最后居然还梦到了林烈，梦见我刚被接到林家的那天，林烈就像小霸王一样站在我面前。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都得听我的话，知道吗？见我乖乖点头，林烈才高兴地牵起我的手，那以后过家家，我允许你当我老婆。惊醒，手机上的时间已经到了6点。鉴于最近跟林烈关系尴尬，我索性直接起床去了学校。没想到中午，瑶瑶带了一帮人到我们班门口堵我。萧阳，你缠着别人男朋友不放，到底要不要脸？有病去其他的地方，少在我面前发疯。说完我绕路想走，被瑶瑶一把抓住。你还说没有，昨天要不是你装可怜卖惨，林烈能丢下我去追你？还让人在雨里找了你一晚，你可真够婊的。现在林烈发烧了，你得意了？发烧了。我突然想到昨晚林烈湿淋淋出现在我房间的样子，所以是去找我了。我抿唇没说话，瑶瑶以为我默认了，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。贱人，你说什么？我警告你，离我男朋友远点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我没忍住笑了，一巴掌还了回去。打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瑶瑶疯了，冲过来就开始扯我头发。被她带过来的女生们见状也开始帮忙，我们班同学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边。事情逐渐闹大，最后我们直接被喊到了办公室。班主任怒我不争，你是最让老师放心的学生，怎么还犯这种事儿？你的情况我知道，这次就不通知你家长了，等人家瑶瑶的妈妈来，你好好给人家道个歉。说完看了我一眼，脸上满是失望。片刻，瑶瑶的母亲赶来了，一进门就抱住瑶瑶，哪儿受伤了，让妈妈看看。女人声音恼火，这不是校园暴力吗？我花这么多钱送孩子到学校是读书的，怎么好端端的还受伤了？到底什么学生这么嚣张？今天学校必须给我们个说法。是我打的。我走到女人面前，神色冷淡。这次女人的视线终于放在了我身上，双眉拧紧，面上似乎带着疑惑，觉得我长得很眼熟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萧阳。话音落下，女人陡然变了脸色。你……沉默片刻，她才看向老师，孩子之间吵架再说难免，这事儿我们不追究了，就这么算了吧。凭什么？瑶瑶不依不饶，我都被人欺负了，你居然说算就算，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。姚同学说的对，都被欺负了，怎么能说算就算？突然一道声音从外面传来，居然是请假的林烈。他脸色有些苍白，应该是还没完全恢复。瑶瑶看见他面上一喜，阿烈。林烈没搭理他，走到我旁边，捏起我下巴，看了看脸颊的伤，眼眸往下沉了沉。老师，你也知道林家护短，我们家人被欺负了，就这么不了了之，肯定说不过去。监控我已经请人去查了，到时候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说完拽着我直接离开，走到拐角我才甩开他的手。你不是请假了吗？哟，难得，脾气比天大的杨咩咩居然还关心我的死活。瑶瑶说的。
林烈抿唇，我不知道他会过来找你，这件事是我没处理好。我没搭理他，转身想回教室。他抓住我，杨咩咩，你打算跟我置气到什么时候？我没跟你置气。行，是我跟你置气。现在我原谅你了，和好行吗？林烈站在我面前，堵住我的路。我承认自己确实是发现了他妈跟你妈长得有点像之后，才答应跟他交往的。那不也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？后来我才发现你妈跟他爸在一起挺久了，应该是肖叔叔没去世的时候就有瓜葛，原本是想告诉你，但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大少爷难得屈尊降贵跟我解释。我咬着唇不说话。林烈弯腰看向我，这事儿你怎么处理我都没意见，无条件站你这边还不行？谁稀罕你站我这边？听我的话。林烈笑了，又恢复了以往拽里拽气的样子，单手搭在我肩膀，就这么说定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呀。你说我容易吗？当初是谁说做我一辈子小跟班的？哪有大佬追着小卡拉米哄的？我又没要你哄，是我自愿的，行了吧？带你去趟医院，脸肿得跟猪头一样。我想说不需要，但林烈贴近我的身体滚烫，发烧应该挺严重的，去趟医院也好，顺便这家伙也能吃点药。小杨。才出校门口，一个女人走了过来。林烈看了我一眼，往旁边站了站，留给我们空间。女人走过来，死死地盯着我，眼底带着泪珠。真的是你？妈妈对不起你。我没吭声。林家对你好吗？如果我说不好，你会怎么办？把我接走？女人脸色陡然苍白。我冷笑，既然不要我了，那就彻底装不认识。10几年了都不闻不问，现在也没必要假兮兮的。说完，我迈步离开。林烈瞅了眼那个女人，也提步跟上。林烈跟瑶瑶分手了。这件事儿我还是从八卦小同桌那边知道的，我就知道这种女人跟林烈肯定处不长。你说这是不是也说明林烈心里你是最特别的呀？我看着一脸烂漫的同桌，想说恋爱脑害死人。他们分手的事儿林烈也没跟我说，不过当初他俩在一起，林烈也没特地告诉过我。只是那天之后，林烈假借让我补课，晚上在我房里待着的时间变长了，也不学习，单纯打游戏。等我准备睡觉了，大少爷才悠哉悠哉的离开。这天我终于受不了了，你就不能回你自己房间玩？自己待着无聊，那就去酒吧找你那帮朋友，没意思，真是转性了。林烈不出门了，倒是瑶瑶经常出现在林烈那帮狐朋狗友的朋友圈照片里。瑶瑶穿着个小吊带，化着浓妆，已经看不出是个高中生。听说和林烈分手后没几天，瑶瑶和林烈的一个富二代朋友交往了。我悄悄看了眼专心玩游戏的林烈，莫非他最近变宅的原因是被兄弟撬墙角了？正胡思乱想着，林烈突然弯了弯嘴角，偷看我呀！我赶紧收回视线。林烈坐直身子，突然换了个角度看这边，我右脸比较帅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到底是好奇，没忍住问了出来。林烈不以为然，这事儿我早就知道。瑶瑶家里条件还行，但说破天就是个小康。有些人一旦接触到那个圈子，就回不去了，只会变得越来越虚荣，越来越堕落。你不喜欢瑶瑶，为什么要跟她交往？提到这个话题，林烈脸上有点别扭。不关你的事儿，看你的书。呵呵，我还不稀罕知道呢。即将期末，我也比之前认真了起来，睡得一天比一天晚。我还没说啥，林烈撑不住了。你这是要成绩不要命了？我又没让你陪我熬着，你可以睡觉啊。林烈不高兴，嘴唇抿成一道直线。杨咩咩，你是不是很想逃离林家？他看向我，在想逃离的清单里有没有我？其实我不讨厌林烈，他对我不坏，没上高中之前甚至能称得上关系好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把他当成亲哥哥的，他虽然嘴贱，但从没欺负过我。直到上了高中，事情就渐渐不对了。我明显觉得林烈对我的态度变了，忽冷忽热，阴晴不定，甚至前阵子还发疯亲了我。见我的表情，林烈突然凑近我，我没跟瑶瑶亲过，上次找家长是假的，我故意的，就是想缓解咱俩之间僵硬的关系。结果越缓越差，我无语。林烈叹了口气，小杨，以后别离我太远。期末前夕，整个学校学习的氛围都比以前浓烈了许多，但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，我和林烈同居的事儿被人发到了校内论坛。报，高二9班学霸肖阳自幼被卖到林家，父子通吃，真人版一女士二夫。下面不仅配了我跟林烈一起回家的照片，还有我和林父的。在贫瘠到乏味的高中生活，这个八卦如惊雷，直接炸了。走在校园，我开始被无数人指指点点。随后，帖子被人搬运到了其他社交平台。一夜间，我红了。林烈虽然迅速找人下架，但依然没阻止谣言的蔓延。父子通吃被说得有鼻子有眼，大家都说我无父无母，靠身体赚学费。那之后，不断有人给我打骚扰电话，或是在校门口堵我。妹妹，哥哥有钱一起玩玩呗。长得果然有点姿色，怪不得把林家父子都迷得团团转，人言可畏。我们报了警，但成效寥寥。高中生能做的太少了，我只能努力控制，不让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。那几天林烈怕我出事儿，每天跟我的更紧了。只是千防万防，我还是遇到了麻烦。
期末考那天，一个女生到班上说班主任找我，我不疑有他跟着走出去，没想到下一秒就失去了意识。谁能想到有人胆子会大到在学校动手？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被拖到校外不远处的工地，一个保安打扮的大叔蹲在我面前，小丫头，你得罪人了知道不？我摇头。有人出10万块钱让我糟蹋你，然后拍视频放到网上。我这才注意到正对着我们的地方赫然放着一台机器，这是犯罪。男人笑了，咧嘴露出一排黄牙，是啊，所以原本我挺犹豫，但看你这小脸蛋儿，值了。说着，他朝我扑过来，我奋力挣扎。就在绝望之际，一股力量将压在我身上的人拽开，随即疯了一样的拳头砸在对方身上。林烈，林烈双眼猩红，完全听不到我的叫声。我冲过去拉住他，再打人就不行了。林烈仿佛这才回神，扭头看向我时，身子还在发抖。报警，后续解决得很顺畅，警方很快就查出男人和瑶瑶有关。从考场把瑶瑶叫出来审讯时，我才知道瑶瑶怀孕了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林烈怎么会答应和我在一起？后续我又怎么会被那群富二代玩弄？瑶瑶盯着我，现在甚至我父母都在因为你吵架，我就是要你下地狱，不得好死。瑶瑶情况恶劣，后续不仅面临法律的惩罚，学校也给出了退学的处理决定。瑶瑶的妈妈在警局求我，她是你妹妹啊，看在你们都是妈妈女儿的份上，这次就算了吧，妈妈一定会好好教育她的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盯着她，你让我爸爸回来，我就放过你女儿。这次轰轰烈烈的谣言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结束了，代价就是我错过了这次学校的期末考。暑假，林烈被送到奶奶家，这也是林家的老传统，但我没想到林妈妈会特地从国外赶回来。之前你的事儿，学校和我打过电话了，阿姨很抱歉那段时间没陪在你身边。林妈妈是女强人，平时鲜少过问我们的生活。我直觉她这次回来找我不单纯是关心我的。果然她继续说，你是和林烈一起长大的，我和他爸工作忙，对你们照顾不上。以前我们觉得你们两个孩子年纪相仿，彼此照顾也不错，但现在你们俩都长大了，又是高考的关键时期，阿烈这孩子学习差，又是打架又是早恋，这次还闹到了警局去，阿姨实在担心他影响你学习，所以我们想着你们是不是暂时分开念书比较好。有些话不用明说，我也能听懂。我点头，我都听你们安排。隔天，林家父母就在邻市一个小县城给我租了房，安排学校。到底心有愧疚，他们请了一个阿姨照顾我的生活，被我拒绝了。我自己会烧菜，开学就能吃食堂，不用麻烦的。林母很是抱歉，原谅我们身为父母的自私。林叔叔是我爸当年的战友，父亲牺牲后，他把我接回来抚养成人。林阿姨也不曾对我这个入侵者有任何脸色。林家对我仁至义尽，只是我呀，又一次被抛下了。大概过了1个星期，林烈才知道我搬出林家的消息，他疯狂给我打电话，都被我拒接了。林母对我最后的期待就是和林烈能保持成年人该有的距离。我知道他们发现了林烈对我的心思，然而几天后，林烈还是找上门了。我来带你走。带我去哪儿？随便。林烈烦躁地糊了糊头发，放心，能养得起你。我不愿意。林烈沉默了。我没有靠山，高考是我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方法。我在你家乡的寄居蟹住了10年，我也想有属于自己的未来。林烈，你那天问我讨不讨厌你，我想说我一点都不讨厌你，只是我把你当家人，未来可能也只会是家人。林烈对我来说是陪伴，是依靠，是过去我唯一抓得住的大腿，但这里面有多少喜欢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林烈来时眼底的光慢慢熄灭了，他像个被戳破的气球，张了张嘴却没能说出话来。我不再看林烈，垂眸说道，叔叔阿姨虽然很忙，但他们一直都爱你，我也感谢他们能给我这1年不受干扰拼命学习的空间。你回去吧。开学，意外的我居然看到了岂止。我原本就是曲西人，户口在这儿，需要回来参加高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岂止和我命运大抵类似。母亲去世，父亲有了新的家庭，他从小和爷爷生活，只不过他比我幸运，父亲对他不错，为了好的教育资源，高中还把他接到北城念了2年。和浮躁的北城不同，曲西很安静，居民也都相对单纯。作为东道主，岂止带我逛了逛附近的镇子。阿芷，这个妹妹是谁啊？问话的是岂止的爷爷，年过80，头发花白，长相慈眉善目，是我同学，也是北城转过来的。老人没问我为什么放着大城市不带，要跑到这里来年高3，不停埋怨岂止没早点说有同学回来，害他都没能多准备几道菜。屈西的一切都刚刚好，好到我偶尔会忘了林烈，但每当这时，我都会收到从北城寄来的包裹，一摞一摞空白的试卷和教辅资料，没有署名，但我知道是谁给的。时间到了高3，仿佛按上了快进键，一天天过得飞快。在纷繁的试卷中，迎来了短暂的寒假。春节，岂止带着爷爷去了北城的父亲家过年，整个曲西又剩下了我自己。租了房子是个老小区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年的冬天太冷，除夕那天我居然发现门锁被冻到了一块，颤颤巍巍地悬在那儿，锁不紧实。
我打电话给修理的工人，都回家过年了，没人愿意在除夕这天还上班工作。最后还是一个好心的大叔答应我初一早晨来帮我修理。没办法，那晚我只得用板凳抵着门，煮了碗素食饺子，窝在客厅看春晚。9点多的时候，门板突然传来声响，我吓了一跳，抄起棍子站在门旁边。谁？杨咩咩，林烈。我拉开门，男孩穿了件黑色的抓绒外套，站在我门口，手里拎了个手提袋。1个学期没见，林烈更高了，好像还比之前瘦了几分。你怎么来了？陪你过年。林烈走了进来，把袋子甩给我。我拿出来，居然是一个红色的毛线帽和围巾。帽子挺可爱，上头还有2个小圆球，只是针脚有点粗，看起来不像买的。这该不会是你自己？闭嘴，给你就拿着。林烈表情有点别扭，也不看我，自顾自走进客厅。我没多问，捏着袋子的手有点发紧。之后我俩谁也没说话，安静地看着不好笑的小品。但不知道是不是家里多了个人，无趣也变得有趣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电视开始进入倒计时，凌晨12点的钟声即将敲响。就在分针和秒针重合的那一刻，林烈突然扑过来，擒住了我的唇。我愣住了，但很快他就坐直身子退了回去。新年快乐！电视斑斓的灯光中，我看到林烈耳根通红。那天林烈没有留宿，我醒的时候他人已经走了。修门所的大叔踏着风雪赶来，看过之后目露疑惑：“你这个不是好的吗？”什么？我凑过去，客厅的门锁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换了新的。我拨通了那串好久没有打过的数字。电话接通，那端的背景传来机场播报的声音。手疼不疼？林烈一愣，随即才说：“从小到大，小爷我都属于技术控，你的玩具哪次不是被我修好的？也是你玩坏的。”林烈失笑：“这么记仇？以后都给你买新的好不好？”我没回。过了很久，林烈才说：“照顾好自己。”好，高考加油。初5，齐芷和爷爷也回来了。爷爷知道我一个人在取席，特地让齐芷喊我过去吃饺子。我没拒绝老人的好意，难得吃上一顿热乎饭。迎财神，各家各户都在门口放鞭炮，没有禁放的地方，好像总显得年味格外足。回家的路上，有几个小孩手里拿仙女棒，互相追逐，笑得好不开心。小时候我和林烈过年也喜欢放烟花，只不过他偏爱类似加特林那种刺激的，我喜欢仙女棒这事儿，每次都会被他鄙视。不过虽然嫌弃，这人每年都会给我买几根。我对着小孩子拍了张照片，旁边的齐芷问我：“想玩？那边有卖。”我摇了摇头，把手机重新放进口袋，拉了拉红彤彤的帽子，冷死了，还是回家吧。临睡前，我又打开手机看了眼自己拍的照片，上面的孩子笑得眼睛都眯成一道缝。我突然间好像不记得跟在林烈屁股后面的自己，当年是不是也曾这么快乐？突然，朋友圈多了一个小红点，点进去是林烈爱我的一条好友更新提醒。林烈发的是自己的照片，上头他拿了个仙女棒，看着镜头微笑，也不知道谁拍的，还挺唯美。下面共同好友一溜烟评论 SB， 林烈回复滚，我笑疯了。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点击了照片保存。年后的日子好像长了腿，一溜烟就到了6月。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，是从高考考场出来，一群同学讨论毕业要去哪里旅行。以前我跟林烈也讨论过，当时大少爷说要带我这个土包子长长见识，去阿尔卑斯滑雪，去夏威夷游泳，去瑞士攀岩。然后到现在，我连固定住所都没有了。高考成绩出来了，我考得还不错，全省第7，不过跟齐芷这个省状元相比，还是差了几个档次。报志愿那天，齐芷问我你想报哪个大学？男孩脸上难得带了几分腼腆的羞涩。我没告诉他，打哈哈道：“去省状元家吃过饺子这事儿，不管我去哪个大学，都跟同学炫耀的，你就放心吧。”小杨，祝你前程似锦啊，齐芷同学。齐芷顿了顿，也祝你前路坦荡。拿到名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我去了我爸的墓地。爸，我考上了你的大学，选了医学院，我会好好学习，让像你一样的英雄以后再也不怕受伤。报喜的日子，不给叔叔弄杯酒。抬头，林烈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旁边，他蹲下，从包里掏出了瓶茅台。你干嘛？怎么带这么贵的酒？孝敬他老人家，没你的事儿。说着，他把酒拧开，拿出里面的小杯子，倒了一杯，放在我的通知书旁边。肖叔叔，恭喜你啊，你家闺女长大了。以前灰头土脸又蠢又笨的小妞考到了全省第7，光荣榜的照片都对我视网膜上了，现在俨然就是个小显眼包。林烈笑了，又陪我爸说了几句才起身，走吧。去哪儿？带你回家。原本我以为林烈是带我回林家的，没想到车子一路向南，开上了国道。这家伙新拿的驾照，居然还知道不能上高速。我抱紧安全带，到底去哪儿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结果这个等会儿4个多小时过去了。终于，车子一路开进了名城，最后在名城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区停下。
林烈递给我一串钥匙，开门。我狐疑看了他一眼，打开房门，居然是一套已经装修好的2居室。林烈有些局促，面积不大，存了18年的小金库全拿出来，也就这么多。我皱了皱眉，把钥匙还给他，我不要，我要出国了。我一愣，不是惊讶林烈要出国，而是惊讶他居然会同意。林烈大概知道我想的，我们这种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归宿就是出国镀金，咱也不能拖富二代的后腿不是？林烈面上轻松，你说的对，我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你，你需要更好的生活，需要自己的未来，我也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才能站在你身边。等我4年，要是你拿着这个房子，就算聘礼。那我要是不等呢？他咬了咬牙，那就算嫁妆，不把我当家里人吗？就说你哥送你跟那个狗男人的。我没忍住笑出来，走过去一把抱了住了他。林烈身体僵住，随后骂了句脏话。我果然是个傻逼。大概那天起形成了一个默契。林烈离开的4年，我们彼此都没有联系对方。我和他或许都需要时间和空间，分辨心底的感情到底是什么。唯一能了解到对方现状的，就是朋友圈。大概也是这个原因，林烈发照片的频率都变高了。照片里我能看出来，他比之前努力了不少。圣诞节居然还在图书馆看 paper。这张照片发出来，他那群富二代朋友们又开始刷屏装逼。回复这群人的依然是那个桀骜不驯的滚。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努力着。4年后，我继续留在明大读研，专攻心脑血管方向。岂止和我一所大学，只不过他学的是法律。目前已经和一家知名律所签了 offer， 向着其 PA2 的梦想继续努力。都以为高中是最难过的那关，谁知道自从毕业，生活每天都是高考。岂止跟我大倒苦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学了法律，这人距离高中清冷男神的形象越来越远，话越来越多。就在他眉飞色舞跟我吐槽上司的时候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2声，信息来自未知号码，内容只有4个字：我回来了。几秒钟后，手机再次震动，又多了一条：小杨，准备好被猎杀了吗？我想了想，对着自己的钥匙链拍了张照片。明大公寓的钥匙上拴着2个钥匙扣，一个是一只无辜的小羊，而另一个是一把凶猛的猎枪。小羊和猎枪都找到了他们的家。